等一下我跑出来的模拟数字有两个东西哦，一个东西是绿色，一个东西是黄色。绿色就是它随时对更新的能力，黄色的部分就是什么？就当时它被选到的题目的难度。这两个不一定会一样哦，等一下我会讲为什么。OK， 好，我们来看，先看第一位，等一下我们看2、3、4，我们会一次4个数学一起看。好，先看第一位的同学，好，这位沈同学呢，他的数学是百分位85。好，那我们先讲哦，百分位不是等一下计算出来的结果，这个84。好，这个就是积分是从60到90。有些同学会问为什么60到90？因为旧版的 GMAT 是从1到60，他为了不要让你跟旧版 GMAT 混淆，所以他刻意把它变成60到90，少30个格子这样子。OK， 好，好，那这位同学呢，他的这个积分是84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在考试的过程中是怎么去跑的这样子。OK， 好，首先第一个。我已经是事先在 Python 里面，好，把所有的题目21题，然后把这位同学错掉的题目输进去。那其中呢，各位可以注意到心智有一个修改题目的功能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好，这个会在成绩单上显示你是不是有去修改题目，修改了哪些题目，然后原本是错还是对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呢会影响积分机制。好，我来解释一下怎么影响。我们来看一下 GMAT 的产品经理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了什么东西。好，这个是他在接受一个 YouTube 的专访，好，就是国外的 GMAT Club 的一个专访。好，来，你可以看到他有讲说。好，我应该要先把它放成是英文，这样会比较好找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现在直接，好，我们现在直接把它让大家看，好，因为这样大家会比较好看，这样子。OK， 好，来，哦，在这个地方，好，来，各位是怎样？好，这好，来让大家直接看。OK，好，来，你可以看到是，如果对于答案更改了，那到底会怎么去影响？好，你看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这样子？好，他后面有讲说，如果不正确改成正确，好，那你会获得分数，但是呢，前面的那个难度其实变化已经造成了。好，换句话说，这个难度的变化会以第一次的表现为主，但是呢，如果你从错改对，它会把分数加回来。好，在这边要理解这件事情哦。好，去妹让你事后改答案。好，如果你事后有错改对，分数会适度的加回来，但是呢，当下你做错影响了那个难度，它会直接去影响你当下的 Theta 估计以及你难度的题目的选择。好，所以我在做模拟的时候呢，我就有把第一次做错的题目放进去。OK， 好，第一次做错的题目，所以这个地方我放进去的是7跟9跟15跟17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它跑出来的结果。跑出来的结果里面呢，好，从0到就是它一开始全部都做对，你可以看到系统的都一直估计它是满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到这个地方做错，你可以发现，哎，这个地方做错的情况下，对它的这个分数影响其实是并没有很大的这样子。OK， 好，这边并没有很大。好，那现在问题来了，你说 Dustin 最后测出来的 θ 值3.57，这代表什么东西？好，那我要先讲哦，θ 值是一个0到正四负四之间的这个范围，这个就等于标准差的概念。一个 θ 值是一个标准差。好，那理论上3个标准差应该是99、100分位，不是吗？为什么是这个就相对比较低的85、100分位呢？好，所以我必须要讲这个模拟。等一下大家看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请他注意一件事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帮我大家看这个模拟的时候，你不要去注意这个数字的部分，这个数字可能有问题。为什么？你要去注意趋势，不要去注意数字，因为有4种可能会有偏误。好，第一个，考试里面就像我们所讲的，我们现在模拟的是每一题都计分，但是真实考试里面可能数学不计分的比例会有10%，可是我们不知道哪些题目不计分，所以有些题目可能它就算答对或答错，它的难度不会因此受影响。OK， 好，这是第一种可能，可是官方并没有公布。好，所以我们的模拟会有第一个这个偏差。第二个就是等一下我们会去看考生的这个做题速度。好，做题速度如果异常的话，有可能那道题目的表现是不会被算进难度计算里面的。好，异常指的是异常快。OK， 好，你跟别人比起来速度差别太大，或者是你跟你自己做同样的题目比起来速度差别太大，那它会标志为异常的话，它就不会把你算进总分里面去，所以有可能会有这个区别。只是我们现在是每一题都算。好，第三个答题难度异常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有一些题目是你做错简单题，但是你反而在同一个类型里面做对难题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他会认为你是表现异常，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分数也可能会不被列入计算。OK， 好，那第四个是这个比较特别，这个是最近发现，我去翻他们的专访，好，他们专访有去讲到说，在旧制里面，GMAT 的分数各个科目是不会互相影响的。好，可是我们可以看到，
在心智里面，他有说什么？他有说就是除了第一个 section 之外 ，OK， 好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有讲到，好，the exam uses the information except the first section. The subsequent sections will use the information to slightly tweak that start point. 意思就是说，你的第二个科目跟第三个科目，第一题给你的难度不一定都是中难度。好，第一个科目一定是中难度，但是第二个跟第三个科目有可能会因为你的前面的科目的表现，好或不好，而导致起始点稍微高或稍微低。好，那当然这个就引到了我们的等一下会讲的考序的选择策略了。好，所以大家也要仔细听哦，好不好？好，虽然我们今天的模拟当然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些同学的考序，所以我的模拟都一律是从中难度开始，但也有可能考试的时候可能前面的科目把它拉低，所以导致说最后的这个模拟是有估计的。所以等一下我们看的是这个趋势，我们就不要去想最后的数值点是不是跟它的分数比例是一致的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你们好。第一个，整个考试有测试题；第二个，可能呢，它除了我们这个计分机制之外，还会加上一些做题速度异常的政策。好，第三个就可能会有一些表现异常的政策。第四个，起始点会受到它前一个科目的影响。好，当然还有一些点会导致有误差。好，就是什么点呢？我来让大家看一下。第一个，在我们的模型设计里面，好，题库的大小到底是多少，我们并不知道。OK， 好，我目前所收集到的数据是这样。当然，我们之前整理基金的时候，一个月的数学是可以做到，是可以去最多去收集到300-400题。好，再来 Turbo 的地方最多可以收集到50多篇，再加上就 CR 都可以收到150题左右。以前全盛时期的时候这样子。OK， 好，但是实际上我们真的不知道题库的大小有多少。然后再来，这里面的这个参数也都是用模拟的，有的时候就是真实考试的参数 ，GMAT 是绝对不会去公布的。好，GMAT 的连题库的大小也不会去公布这样子。好，所以这两个部分是我们模拟的部分，所以有可能因为这些模拟而有误差，所以大家不要去盲信这个数字，要看的是那个趋势的变化，好不好？